这是奥迪墨菲，美国历史上获勋最多的士兵。1945年1月26日，盟军推进到马基诺防线前的奥尔茨维尔，奥迪墨菲仅凭一己之力，站在一辆着火的 M10坦克歼击车上，打退了德军6辆坦克和一整个步兵连队的进攻。不过，我们今天要聊的并不是这位现实中的美国队长，而是他手里的这款 M2 勃朗宁机枪。说起 M2 机枪，许多朋友肯定不会陌生。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重机枪之一，自从1921年服役以来， M2 勃朗宁机枪一直活跃在美国军队中，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其使用范围之广，资历之老，仅次于同出一门的 M1911手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到越南茂密的丛林，从阿富汗的荒丘到伊拉克的山谷， M2 系列重机枪不仅是美军步兵连的标配，它还被安装在各种飞机和装甲车上。这让我们不禁要问，美军真的这么穷吗？以至于一杆重机枪要用100年吗？而这就要从 M2 的诞生说起了。受制于枪械制造技术，直到19世纪，成为一个穿着红夹克的现代步兵，还没有现在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危险。但是19世纪的2个发明彻底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其一是线膛枪，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内。其二就是自动武器。自从马克沁发明机枪以来，以往的现列步兵在每分钟600发的凶猛火力面前，只剩下了被排队枪毙的份儿。世界军事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各国都在加紧研制自己的自动武器。美国在枪械这方面一直武德充沛，作为把拥枪权利写在宪法第2修正案里的国家，美国在枪支弹药方面能工巧匠层出不穷。奥利弗·温彻斯特、约翰·加兰德、尤金·斯通纳，这些枪械设计师的大名在全世界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就在这众星云集的19世纪末，要说谁能拔得头筹，还得是美国枪械之王约翰·勃朗宁。勃朗宁一生发明了超过40种各类轻武器，西部片的标配温彻斯特1886杠杆步枪就是勃朗宁的开山之作。进入自动武器时代，勃朗宁也不甘落后，推出了多款重机枪，而当时最为成功的要数勃朗宁 M1917。顾名思义， M1917 标志着他服役的年份。彼时的欧洲战场烽火连天，英法两国和德国人在堑壕和铁丝网里厮杀正酣。勃朗宁的 M1917 成为了美国远征军的标配。此时已是一战末期，尽管由勃朗宁亲手操刀的 M1917 在可靠性和操作性等方面都非常出色，但 M1917 所采用的3006 7.62毫米春田步枪弹已经逐渐落伍了，不能满足战场上的反装甲需求。尤其是在德国人推出了荣克斯 GI 这种全金属座舱的飞机后，3006缺乏穿透性的问题进一步突出。面对在天上耀武扬威的德国飞机，英美联军急需一款能够满足穿甲需求的大口径机枪。50 BMG 子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开发出来的。所谓的50指的是 0.5 英寸，即 12.7 毫米，而 BMG 则指的是勃朗宁机枪。1917年4月，约翰·潘兴带领美国远征军踏上欧洲大陆。7月，潘兴就向美国陆军军械兵团的军官们提出要求，希望军械部门能为前线的美国士兵提供一款可以用于反装甲的重型机枪。当时的英法并不是没有大口径机枪，但 M1914 霍奇克斯机枪所使用的11毫米维克斯子弹装药量太少，455米每秒的初速打前线观测气球还算凑合，对付更高速的飞机和覆盖钢板的装甲车就十分吃力了。正如前面所说，当时的美国轻武器开发方面，老约翰·勃朗宁可以说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军械官们马上找到了勃朗宁，请老先生帮忙设计一款大口径机枪和配套的子弹。根据潘兴将军的要求，这种机枪子弹的口径至少达到 0.5 英寸，子弹速度也要达到820米以上。但即使轻武器工业发达如美国，也根本没有这样的弹药。据勃朗宁的儿子小约翰·勃朗宁回忆，勃朗宁考虑了一下，回复陆军的军官们说，这种弹药听起来不错，你们先去开发这种弹药，我来设计配套的机枪。不过军械官们来看望老爷子自然也不是空手来的，他们带来了德国毛瑟开发的 .525 TOF 步枪弹。所谓的 TOF 就是坦克和飞机的缩写。这种 13.2 毫米的大口径弹药被用在德国人的毛瑟 M1918 反坦克步枪上，给英法盟军带来了不少麻烦。1917年7月，约翰·勃朗宁着手将发射3006弹药的 M1917 重机枪放大，以适应大口径弹药。与此同时，温彻斯特的一个团队则开始急于缴获 TOF 子弹研发新型弹药，其结果就是采用风冷的勃朗宁1918机枪和配套的.50 BMG 弹药。
1918年10月，在参观了第一批机枪样品的演示后，美国陆军当场定下1万挺，其中5000挺防空，5000挺用来反装甲，以解欧洲的燃眉之急。虽然开发仅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算得上是神速，但比起德国投降的速度，勃朗宁开发武器的速度还是慢了一步。仅仅1个月后，德意志皇帝威廉2世流亡荷兰，共比涅森林协定签署， M1918 重机枪压根没得到参战的机会，一战就结束了。1万挺 M1918 的订单自然也是告吹。一战结束后，对重机枪的需求一下子小了不少。美国几乎每个军种都不喜欢 M1918。对于美国陆军来说，步兵们觉得 M1918 实在是太重了，还需要冷却水来保证开火频率，实在是不方便。而骑兵那边也觉得这款机枪太重，为了马儿的健康考虑，婉拒了 M1918。新成立的美国陆航这边虽然对大口径机枪有点兴趣，但很快就发现 M1918 的后坐力实在是太大了。那个时候的飞机结构还比较脆弱，打不了几发，飞机自己就受不了了。装甲兵那边倒是没有结构强度问题，但是坦克内部结构狭小，对炮塔的设计有许多限制。坦克兵们都希望这挺机枪能够从2侧供弹，而不是现在的1侧。到了最后，只有美国海岸炮兵部队采购了不少 M1918 的水冷型，命名为 M1921， 部署在岸边作为防空机枪使用。1926年，一代机枪巨匠约翰·摩西·勃朗宁去世，科尔特的萨缪尔·格林博士重新设计了 M1921， 并最终演化成了经久不衰的 M2 重机枪。首先是人机功效问题， M1921 采用的是管退式自动原理，使用的还是大口径高速弹药。为了拉动拉机柄上膛，射手必须克服枪管附近簧与主附近簧的巨大力量，导致每次上膛都要用很大的力气。格林博士在改进型的 M1921A1 上利用了杠杆原理，重新设计了拉机柄，将拉机柄改为了向下拉动的省力杠杆。针对 M1921 只能从左边供弹、右边抛壳的问题，格林博士又设计了供弹方向转换装置，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改变机枪的供弹方向。而最成功的改进要数通用机匣。当时的水冷机枪的套筒在出厂时就安装在机匣上，水冷机枪和气冷机枪的机匣是不能互换的，这给战场上的养护和维修带来了许多不便，也限制了机枪的使用环境。通用机匣的引入使得水冷和风冷版本可以互相转换，能够适应更复杂的战场环境。1933年，经过一系列改进的 M1921A1 获得了全新的名字 M2 重机枪。新设计的 M2 重机枪采用向下弹出的通用机匣，左右都可以供弹，并配有可逆式的拉机柄，大大提高了人机功效。针对各个军种的不同需求，格林博士和科尔特公司为 M2 重机枪设计了7种不同的变体。比较有代表性的分别是 M2、M2HB 和.50AN-M2。1933年，美国海军首先看上了最初的水冷版 M2。实际上，由于通用机匣的存在，水冷套筒是可以拆掉的，因此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水冷版。不久之后，美国陆军采用了风冷版本的 M2 机枪，其代号为 M2HB， 其中的 HB 代表重型枪管。虽然说是重型枪管，但其实相比水冷机枪的总重还降低了不少。这是因为 M2HB 取消了水冷用的水套，把质量从55公斤降低到了38公斤。空军则使用了加大射速的风冷版.50AN-M2 机枪，并使用了轻量化的钢管，把重量进一步降低到27公斤。其中 AN 代表陆军、海军。至于空军版为什么不叫空军，而是陆海军，那是因为1933年的美国空中力量仍然分属陆军和海军。AN 代表陆海军联合研发，比起陆军用的 M2HB， 空军版的 M2 的射速要快得多，从600发每分钟直接来到了850发每分钟。此外，由于 M2 重机枪更换枪管的时间很长，因此科尔特公司还为 M2 配备了一种叫做 QCB 的快速更换枪管系统，在过热时可以立刻更换枪管，在战场上保持开火频率。M2 重机枪开始大量装备美国3军后不久，二战就爆发了。此时 M2 重机枪已经成为美国步兵连的标配。一般来说，美国会把 M2HB 安装在一个沙包堆砌的简易工事后面，在进行防御或者封锁路口的时候特别有用。德军士兵一听到 M2 开火的枪声，就会下意识地寻找掩护。美军经常靠着一挺 M2 轻松挡下一整个德军连队的进攻。不过作为重机枪， M2 在步兵单位里配发的并不多。截止到今天，美国共计生产了超过300万挺 M2 重机枪，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空中用的 AN-M2 和 AN-M3。虽然具体比例已经不太可靠，但二战期间，美国高标公司为地面单位生产了18700台 M2 重机枪，却生产了超过30万台空中型的 M2。尽管在地面战场上，此时的 12.7 毫米子弹已经难以穿透越来越厚的坦克装甲了，但在空中 M2 机枪可谓是生逢其时。
M2 发射的50 BMG 子弹的尺寸介于 7.62 毫米和20毫米之间，在备弹量、子弹初速和穿甲能力上取得了良好的平衡。而 50AN M2 机枪凭借高可靠性和轻量化，成为了美国飞机的第一选择。几乎所有美国陆航飞机上都安装了不止一台 M2 机枪。P-74 雷电战斗机上搭载了高达8门的 M2 重机枪， P-51 野马上安装了6门， B-17 飞行堡垒轰炸机上一口气安装了13门空中型 M2， 后期型的 A-26 攻击机上更是最多可以安装18挺 M2 重机枪。在美军的各式装甲车辆上， M2 机枪也是标配，从 M4 谢尔曼到 M4 巴巴顿，再到 M1 艾布拉姆斯，就算不是提前就安装在坦克炮塔里的同轴机炮，坦克顶部也会装上一挺 M2 机枪，用来提供少许防空火力和压制步兵的能力。勃朗宁的50口径穿甲弹和穿甲燃烧弹可以轻易地穿透低空飞来的 Bf109 发动机缸体或者油箱。德军的半履带车和轻型装甲车的车体板在 M2 面前也不比纸糊的强多少，即使是面对4号坦克， M2 也能穿透它的侧面装甲。德国人简直恨透了 M2 机枪，许多美军部队会选择用 M2 机枪伏击德军轻装甲或者无装甲的单位，只要一梭子下去，一个德国车队就报废了。而美军车队会用 M2 机枪点射可能的伏击位置，进行火力侦察。不少猫在草丛里的纳粹士兵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被打死的。至于海军那边， M2 的用途也十分广泛，巡逻艇上会配备 M2 机枪作为主要武器，巡洋舰和驱逐舰还会把连装 M2 机枪作为对付鱼雷艇的利器，6连装的 M2 机枪也可以作为防空炮塔使用。值得一提的是， M2 重机枪使用的.50弹药具有相当好的弹道特性，有效射程又高达1820米，因此可以当作狙击枪子弹使用。朝鲜战争期间，联军士兵把带有瞄准镜的 M2 当作狙击步枪来用。越南战场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王牌狙击手卡洛斯·海斯卡克使用了加装光学瞄准镜的 M2， 创下了当时的狙击手最远狙杀记录，在2286米的距离上击毙了一名敌人。这项记录直到2022年的阿富汗战争中才被打破。值得一提的是，打破这项记录的罗伯·弗朗下士使用的也是50 BMG 弹药。1972年7月，阿曼内战中米尔巴特战役，英国特种空心团的一个小队和阿曼游击队爆发了遭遇战，9名 SAS 士兵以少胜多，使用勃朗宁 M2 机枪和 API 弹药击退了250名游击队的进攻。而这也不是 M2 第一次以少胜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陆军中士保罗·雷史密斯所在的连队被派往巴格达机场，在距离机场以东不到2公里的位置上，一辆 M113 装甲运兵车被伊拉克的迫击炮弹击中。史密斯一边组织 M113 的车组撤离，一边跳上机枪位操作 M2 机枪，扫射塔楼和战壕里的伊拉克军队。M2 机枪喷吐火舌，打退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击伤击毙了超过50名敌军。战斗结束时，史密斯的机枪才停下来。这时他的战友们发现他瘫倒在 M113 炮塔舱口，防弹背心布满了弹孔，一枚致命的子弹从他的脖子射入，最终导致他英勇牺牲。经过近1个世纪的辉煌， M2 至今仍然是美军轻型武装车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几十年来试图替换 M2 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战争中似乎总有一个位置能够塞下 M2 机枪。正如前面所说的， M2 一开始被作为反装甲武器开发，随着装甲变厚，军方为 M2 找到了新工作， M2 机枪上了天，变成了战斗机的主要武器。而随着二战结束，喷气机的时代到来，飞机开始采用火力更猛的火神机炮和米尼港机炮。虽然天上待不下去了， M2 还可以继续蹲在悍马车和装甲运兵车的头上，当做通用的步兵支援武器。师承枪械天才勃朗宁的设计， M2 的主要结构在近1个世纪里变化不大，直到2010年，美国陆军才在 M2HB 上缝缝补补，增加了消焰器和可拆卸提手等名义上十分重大的改进，逐渐将现有的 M2HB 更换为新型的 M2A1。到了这个时候，美国陆军仍然有54000多门 M2 机枪在服役，而他的竞争对手们，比如 XM806、XM312 等项目都没有摘掉代表实验型的 X 前缀，纷纷胎死腹中。而在未来战场上，不论是作为遥控武器战还是反无人机武器，M2 想必还能继续发光发热几十年吧。